26号，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再次就214恶性撞船事件作出回应，敦促民进党当局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外界注意到，自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以来，大陆海警船只在金门附近水域的执法密度和强度都有了明显提升。25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开启执法新模式。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就从年初延宕至今的214恶性撞船事件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方面以粗暴和危险方式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翻覆、人员死伤，敦促民进党当局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事发至今4个多月，民进党当局还在拖延解决问题，推卸责任，出尔反尔，不断给善后协商制造障碍。我们敦促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2月14号下午，福建一艘渔船在下金海域被台湾海警机构海上追逐粗暴撞船，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位来自四川和重庆的船员不幸罹难。如今虽然事件已经过去4个月，但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多次变脸，甚至在是否撞船这一关键事态上也曾不断改口，一味推卸责任，给善后协商设置了各种障碍，事件至今仍未妥善解决。外界注意到，自214恶性撞船事件以来，大陆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的执法密度和强度都有明显提升。4月，大陆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总共开展了4次执法巡查行动，5月频率再有提升，10天展开了5次巡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对深圳卫视表示，今年年初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以后，由于民进党当局以政治意识优先，处置不当，因此必须有所警惕，付诸行动，保障在相关海域作业的大陆渔民权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那么我相信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未来这个周边海域要想恢复到过去那样的一个比较平稳和和谐的状态，我觉得关键就看民进党当局能不能认识到他在214恶性撞船事件当中所犯下的错误，理性、客观、务实的去处理相关的案件。6月25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我方海警船向台海巡署船只喊话警告，对方船只集体掉头。你准行动以威胁我航行安全，请马上调停航向，赶紧离开。有观察指，此前大陆海警的执法巡查行动是以固定路线、固定编队的方式进行的，而这一次大陆海警在沿着固定路线巡查完毕后，还以单舰或两分群的形式采取新模式进行执法。从今年2月18号首次在下金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以来，大陆海警已经在金门附近海域执法4个多月。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对这一新型执法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指出，新的执法模式带来了3个变化。首先是执法范围的扩大。回顾大陆海警这4个多月的执法历程，执法范围经历了点、线、面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大陆对金门附近海域的掌控力进一步提升。其次是执法向着全天候转变，大陆海警船有可能在任意时间出现在金门附近海域的任意区域，路线和时间上的自由意味着大陆海警能保障执法连续，且随时随地相应采取措施。最后是执法强度的进一步提升，标志着执法行动转向常规化和日常化。这表明大陆海警完全确立了对金门附近海域的实际控制权和执法权。分析指，在一开始，中国海警进行执法巡查的目的就是戳破台当局虚假叙事，彰显金门附近海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这一事实，展现严管态势。2月19号，大陆海警首次登船临检金门游艇。据报道，台湾金门蓝出日号游艇19号下午行经金门县大二胆海域五通水道附近时，与福建海警登船临检约30分钟。台媒声称，这是大陆宣布没有限禁止水域并常态化执法巡查后第一次登上金门的船检查，等同于宣示水域的管理权。禁止、限制水域、海域管辖权等一直是台当局在金门附近海域操弄的热词。按照台当局的说法，大小金门岛向南8000米是禁止水域，向南8000至1万米是限制水域。
谢楠指出，按照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海域管辖权问题。之所以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该话题，一方面是因为其妄图借此挑动两岸对立冲突，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境外干涉势力操弄台湾问题，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操弄来激化两岸的对立，来转移他的执政不利的这个关注点，使得更多的民众能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比较老套的操弄手法，恐怕在现在已经不得人心了。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于21号发布施行。这一意见既适用于金门附近海域，也适用于整个台湾海峡和台湾本岛。外界注意到，依照意见新规，若情节特别恶劣，最高可判处死刑，即便是缺席审判，依然可依法终身追责。国台办26号表示，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惩处分裂国家犯罪分子，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合情合理合法。只有依法严惩台独分裂犯罪，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切实保障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正是为了制止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正告民进党当局，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美谋独，注定失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认为，意见的出台就是针对赖清德等台独顽固分子的激烈言行。如果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不知悔改，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未来不排除司法解释文件落地实施，并且产生具体案例的可能。这种做法只会使得未来的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对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会使得未来的台独政权面临更大的一种执政的窘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赖清德一时的这种所谓的强硬，我觉得未来很有可能会使得台湾，会使得两岸关系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尽管美方反复强调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但仍不断加码对华科技战。近日，路透社发布独家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对3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展开风险调查，且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对此，我驻美使馆回应称，希望美方停止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路透社24号发布独家消息称，3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3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展开风险调查，声称此举是因担心这些公司利用在美国的云端和互联网业务获取美国数据，并将数据提交给中国。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正在进行这项调查，已经传唤了这3家公司，并完成了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所谓的基于风险的分析。但路透社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公司故意向中国提供敏感的美国数据，或有任何其他类型的不当行为。2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监管机构尚未就如何应对做出决定。美国网络大数据分析公司 Cantect 网络安全专家马都里对路透社分析，如果美国监管机构不试图巩固每一种风险，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尽职尽责。针对此事，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希望美方停止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捍卫中国企业的权益。事实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瞄准的对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并在2021年和2022年吊销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提供电信服务的许可证。今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进一步禁止这些公司在美提供宽带服务。而在2021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在其卸任的最后关头，以颁布行政令的手段迫使移动、电信和联通从美股退市。目前这3家中企在美国仅有提供云服务等少量业务。路透社分析，最新调查是地缘政治对手之间不断加深的技术战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试图切断中国公司获取美国数据的所有剩余渠道。
这些调查，我觉得它主要有2方面的目的了。第一个呢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个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调查来展示美国对华强硬的这样一个形象，捞取了这个政治资本。一直以来，美方将构筑小院高墙的霸凌行径包装成维护国家安全，以各种借口胁迫其他国家实施对华科技封锁，已经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而在电动车领域，美国又通过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来拉拢盟友，一起对华设置贸易壁垒。12号，欧盟委员会披露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目前，中欧双方正加紧沟通磋商，避免全球电动汽车供应合作被政治因素干扰。22号，中欧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上周，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率团访华，一行人还专门前往宝马集团中国上海研发中心。哈贝克以非常满意来概括访华之行，并表示，如果因欧盟提高关税而引发欧中贸易战，所有人都将是输家。而哈贝克前脚刚走，德国交通部长维辛后脚就来华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4号报道称，这位自民党政治家在上海批评了欧盟委员会，呼吁解决贸易争端。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涉及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议题的分论坛备受关注。夏季达沃斯进入了第2天，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绿色转型、前沿创新是今天的关键词。在我跟海内外政商学界领袖和创新人士的互动中呢，有多位嘉宾向我表示，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希望世界各国消除偏见隔阂，加强在电动汽车等科技创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绿色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以及科技产业的崛起。长期关注中国市场的美国精锐资金首席执行官乔纳森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占比非常大，在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方面，欧洲市场离不开中国电动车，甚至全球市场都期待中国电动车在低碳环保方面发挥作用。Many countries, people want to buy electric vehicles, but the cost is too much. They can't afford them. So I think if the world really wants to focus on climate,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now to allow Chinese EVs to expand globally and make it more affordable. 我的身后是一辆由电子垃圾制作而成的纯电动方程式赛车，它正对着会议中心1楼的主门，来宾们进入场馆，首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务实映入眼帘。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件名为电子垃圾铺就新赛道的展品，旨在提醒与会代表关注日益严重的电子垃圾问题，提高公众对于回收和重复利用废旧电子产品的认识。本届夏季达沃斯会场类似这样的精心安排还有很多，比如主会场100%绿电供应，空调系统通过海水制冷换热，有效节约电力，含绿量可谓是前所未有，凸显中国正在力行节能降碳，推进绿色转型，充分释放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事实上，在人来人往、交流频繁的互动空间中穿梭，我切身感受到绿意的风也在牵引着与会者的关注。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学界人士，都对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媒体人更不用多说。当我脚步匆匆在人海中穿行，赶往下一个会议时，耳边还时不时会传来媒体同行口中抛出的电动车、环保这些字眼。今天上午，我和同事全程站在门外旁听了一场关于电动汽车未来发展的小型论坛。我们在论坛开始前15分钟抵达现场，会议室早已里3层外3层圈坐了不少人，甚至有嗅觉敏锐的美国主流媒体直接搬着设备到了相关的场馆附近。我在现场也捕捉到了不少的大咖，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嘉宾们都对电动汽车为代表的绿色环保产业展现了极大的兴趣。谈话间也提及美欧等国近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做法，他们深感担忧。有参会者向我表示，中国是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派，中国关注绿色经济，持续向技术前沿发力，并以开放姿态迎接海外投资，这对世界而言是巨大的机遇。